好，我们先来调色啊。先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首先我们调藤黄薄薄的一层，不要太多。然后我们再调一些鹅黄，调一点鹅黄。珠标和赭石这些颜色我们就看情况，有的时候用，有的时候不用。好，我们调了鹅黄，调到笔的1/3的地方，然后让这个颜色均匀的过渡。可以笔尖沾一点点赭石，不要太多了，千万不要太多了，一丁点就可以，一丁点就可以。这个花的颜色不要太深了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画这朵花。好，这朵花的话，这个摇黄它也是一个碎花瓣。也是一个比较碎的花瓣的花，也是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碎花瓣我们去组合。有的时候我们要蘸一点点这个珠标哈，珠标我们在有的时候蘸一点点。你看我们这里就用一点点珠标，但是这个花瓣可以很小很小，让它很小，有这种非常小的这种感觉，这种细节。好，继续调一点颜色。各种各样姿态的这种小花瓣去组合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去组合。这个要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圆的，各种姿态的。偶尔我们蘸一下这个珠标，偶尔有一些花瓣蘸一点珠标。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。好，这一笔这个颜色没有调好就不行，没有调好你就不要画上去哦，没有调好不要画上去，把这个颜色在旁边的废纸上给沾掉。现在我们笔上有点干，我们这样子用笔肚沾一点底色，均匀的啊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，颜色调均匀这个花才会画出来才好看。这种也有一些这种感觉像这个反瓣一样的，虽然说这种碎瓣非常多，我们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是正的还是反的，偶尔我们也要表现出一些这个正反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偶尔我们来一点稍微大一点点的这种花瓣，让这个花瓣里面有大有小有变化。笔尖一定要保持有深色，你看我们笔尖一直在调色，因为笔尖如果没有深色，你就画不出这种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种层次感来。
所以我们画的时候笔尖一直在补充颜色。各种各样的碎瓣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，你去组合它。但是颜色一定要调匀哈，颜色调匀了，你画出来这个花瓣它就是不一样，就会好看。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，我们去组合。好，我们继续调色啊。好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瓣、小花瓣，让它层次显得特别丰富。笔尖再补充一点，我们笔尖一定要有深色。这个笔上如果干了，我们用这个笔肚轻轻的沾一点底色，轻轻的沾一点底色，不要沾太多了。沾完之后，我们还是要补充一点，在笔上补充一点颜色。这是构图的第一朵啊，这个下面中间这一朵，第一朵。好，比较多的碎瓣，各种各样的碎瓣，我们去组合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是中间的这一层，我们基本上画到上面这一层了。画上面这一层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花瓣它就比较大了，比较碎了。我们要画出这种虚的这种感觉了。第一层的这种，我们之前有分解过这种花的这个层次啊。那我们现在上面是第一层，第一层我们要画出这种虚的这种感觉。这种虚的这一层，我们直接这样去点，笔上不要沾太多的颜色，只要沾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不要沾太多的颜色，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样子去点，点出各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，让它这一层不要显得太把每一个花瓣不需要表达清楚，我们该清楚的就清楚，不该清楚我们就让它虚下去。这样子整朵花它才会有这种层次感，这种层次感才能表现出来。有的地方你直接这么去点它，每点一下，你点一下它都会有一点点笔触，有一点点笔触就可以。你看一下，有一点点深浅的这种笔触感就可以了，是吧？这都会有笔触。你不要说，哎，这个虚的我们就直接这样画过来就可以，反正看不清。其实你这样一笔笔去点，它会有一点点笔触，还是可以看得到的啊。有一些你这个花瓣还是一样的，有一些比较长，有一些比较大，有一些比较短，可以点出这种各种各样姿态的。好，如果这个笔上没有这个底色了，我们又沾一点底色，笔上没有底色，沾一点底色。
好，我们画这个虚的，只需要调一点点这个颜色，不要调太多了啊。我们不要调太多了，调一丁点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这个花我们先画这么多，因为上面还要加的话，我们再去加它。我在直播间都画的非常非常慢，应该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啊。你看这些有一些比较碎的小花瓣、小碎瓣，有的时候这个花瓣这样子长出来一点小细节。好，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完成补充其他地方的花瓣。好，然后我们画这个稍微下面一点点的花瓣，稍微下面中间一点点的花瓣，我们稍微颜色可以调深一点点。这个上面是最虚的啊，上面是最虚的。我们整朵花要有这个虚实关系，还有这个颜色的深浅关系，花瓣的大小关系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三大要点。只要你一直心里记得这三大要点，你画出来的花绝对就是灵动，绝对就好看。好，这些还是加一些小的细节，一些小的花瓣，特小的这种花瓣。这个花瓣里面要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我们这边来一些这种反瓣，这种包起来这种状态。这个下面会有一些这个花瓣从中间包起来的这种感觉。哎，这个笔尖要稍微有一点点深色啊，笔尖稍微加一点点鹅黄。好，这里又来一个反瓣啊，又来一个反瓣。这边让它反着又来一个，那我们还可以来一些，还可以加一点更小的，中间还可以加一点更小的细节。好，让它反瓣里面还有反瓣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边还有这样子包起来的这种。下面有几个这种包起来这种花瓣。好，我们这个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，然后我们在这个下面的花瓣我们去把它补充。现在这个底色稍微的又要重新调一下这个底色了，这个底色又要变一下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画下面的这个比较深的颜色的。好，我们现在重新再调一个底色，把这个底色可以倒一点出来，另外调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底色。
比较深一点的底色，我们要加什么？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啊，加这个胭脂，还有再加一些这个3绿，来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这种颜色，有点灰的这种感觉。调成这种有点灰灰的这种感觉。这个调色特别重要，每一次我们都一直在强调这个调色，因为想把这个朵花画好，调色非常重要。当然，调色的话，你一定要从头看到尾，知道每个细节怎么调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好，把这个底色调匀之后，一样的还是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底色里面是有3绿还有胭脂，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这种感觉，有点灰啊，有点灰的这种感觉。调好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的调这些颜色。这个藤黄可以还是一样的，可以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还是一样，只是说底色不一样。只有它底色不一样呢，你即使再去调其他的颜色，那个底色还是有一点点透出来，它还是会不一样。调鹅黄，然后我们这个赭石，这个珠标可以不用调，我们直接来调这个赭石。直接调赭石，可以我们画中间这个花瓣的时候，赭石可以稍微多一点点啊，赭石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深一点点。你也可以加一丁点胭脂，不要加太多了，不要一下子把这个胭脂加太多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有反瓣的这个有反瓣的里面的这个正瓣先把它补上。好，继续加一点点颜色，补这一个。就是这种翻展过来的这种，我们要小心一点点去补它，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你大笔的去画它，因为它中间空间就这么一点儿。好，这2个补了之后，我们来如果说这个颜色不是你这个花瓣不是你想要的，你可以把它在废纸上画掉一点，然后在笔上再去补充颜色，好，赭石还是要的啊。下面的花瓣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点，我们的颜色调色的时候稍微多调一点。好，这里来一个。再补充一点点颜色，好，我们直接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，这个颜色的层次马上就有这个层次的变化了，看到没有？颜色马上有这个层次的变化，慢慢的这个颜色会有一些不一样了。好，这边下面我们来画这个大的花瓣。好，感觉这个笔上如果干了的话，因为我们要画一个大的花瓣，如果笔上的颜色不够的话，它可能画不过来，所以我们先蘸一点底色。继续调色啊，加了底色之后继续调色。我们这一次最下面一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加一点其他的啊，加一点这个3绿，
看到这个3绿了没有？我们可以加一点3绿，先调一层藤黄啊，把这个藤黄，我们现在画这个大花瓣要把颜色调到这个笔的2/3的地方。我们每次画大花瓣的时候，颜色要晕上一点点啊，晕上一点点，要调上一点点，不是前面这个小花瓣一样的，我们要把颜色调上一点的，要调到2/3的地方来了。好，我们再调一点这个3绿，调一点这个3绿，3绿也是一样的啊，把它调上一点，让它有一点发绿的这种感觉。3绿不要调太多了，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匀，我们要慢慢的均匀的过渡，就是整个花瓣也是一样的，整个花也是一样的。你调多少种颜色都要让它均匀的过渡，不要让它一下子一下变成这个颜色，它太明显了就不好看，就是要慢慢的让它有一个过渡。大家要认真的看我调了哪些颜色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。好，一笔下去，它这里还是画了一笔之后，这个底色就没有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我们还是继续调色啊，继续来我们的大花瓣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这个大花瓣，我们继续来加这个大花瓣。现在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我们调色的时候，笔直接倒到这个盘子里啊，直接睡到这个盘子里调，因为我们要把颜色晕上来，把它晕上一点啊，晕上一点，不要只调到这个笔前面有颜色。因为这个画的大花瓣，你要颜色均匀的晕上来，这个颜色才好看啊，这个颜色才好看。咱们调的时候，这个笔要不停的转动，让它360度都饱满的沾上这个颜色。这个是绣球型的，这个是绣球型的。好，调上来之后，调一点点鹅黄吧，调一点点鹅黄。然后还是一样的，我们调点3绿，我们到最后这一层的花瓣里面调一点3绿，让它这个花瓣有这个渐变的这种颜色的这个区别，慢慢的变得有一点不一样的这种颜色。这个就是我们调色的这种秘方啊，秘方都是给你们给你们分享出来的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哪里来一个花瓣。这里来一个。颜色一定要调匀哦，颜色真的颜色一定要调匀。有的时候我偶尔会有一笔没有调匀，但是没有调匀，你画出来这个东西就会完全就不一样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有的时候画到最后非常慎重啊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。哪里不要花瓣，这个到最后都是非常慎重的时候。笔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底色之后，继续补充一些颜色。到最后我们就比较慎重一点，因为每一个花瓣加不加都是至关重要。有的时候最深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胭脂，好让这里感觉有一个花瓣这样子，两边这样子卷起来这种感觉。最深的地方，我们还是要画出最深的颜色。好，再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。我们这边加一些比较浅色的花瓣，那加浅一点。我们现在这个笔上颜色很深，大家可以从旁边的纸上，或者是拿一张纸巾把它沾掉一点点，沾掉一点点，沾掉一点，我们再沾起前面的这个深色的这个底色，沾一点这个深色的底色来画这个我们上面这一部分，我们觉得这一部分还要加一点花瓣。那么蘸完底色之后，我们继续调色，还是先调这个藤黄，调一点点，不要调太多。我们这个外围的这个花瓣，它是颜色稍微浅一点点的。好，我们这些加一些小的花瓣啊，这一边加一些小的花瓣。笔根上还是要有一点点深色，笔根上还是要有一点点深色。好，这边加一层这个花瓣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哪里还需要加花瓣的，这边我们可以再加一层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点。这里不要让这个缺口太大了，把它补充一点点。
稍微的一下子加的太多了一点点，这边把这个缺口给加满了，加的有点多。当然我们加多了并不是说这朵花就坏了，我们一直在出现问题，我们要去解决问题，把它再圆回来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你们不要画到一半觉得哎这一笔画不好，我们就放弃它，千万不要这样子，因为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去解决它就好了，我们要去解决它，明白吗？好，这里稍微的有一点点平，我们这里加一个花瓣，这里也加一层，先把这里加一层。加这个花瓣，最后这一层花瓣我们一定要谨慎一点啊，有的时候一下子没加好这个，所以说特别慢，没加好它会影响整朵花的，如果没有加好就影响了这整朵花。好，这个底色再沾一点底色，调一点颜色，颜色不够的我们补充一点颜色。最后就是在解决它，就是说哪里觉得没有画好的，我们去解决它，让它变得完整。好，我们再去调整它。这一块花瓣我觉得还短了一点点，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更夸张一点，更长一点，会更好一点。我们先不动它，我们先调整这个花的上面部分啊，上面部分我们可以用这个深色的底色，深色的底色来去调整，让它有一个，让它整个花会有一点这个透亮的这种感觉。试一下，先试一下颜色。沾一点，调一点点藤黄，调一丁点藤黄，然后我们去调整它。直接这么去点它啊，最后点一层这个你想要点出的这种形状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一下笔，也可以直接蘸这个底色，深色的这个底色，让它回一下笔，让它这样子它会显得更加透亮。来，用这个底色来回笔啊，用这个底色来回笔。好，用这个灰色底色回一下笔，用这个深色的底色沿着这个周边来回一下笔。回一下笔。好，这样子显得这个花，整朵花它干了之后才会显得更加透亮，会显得更加透亮。拉远一点看一下，拉远一点看一下。这个有一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。有些地方我们回一下笔啊，表示这个花瓣的有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褶皱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朵花大概就这样子吧，大概就这样子。
有一些地方我们也可以再把它夸张一点，也可以，就是看你够不够大胆，大胆的让它夸张一点也没问题。直接让它更长一点。好，让它更长一点，多一点出来。有些小的细节，好，我们这样子调整一下，差不多。好看吗？这朵花好看吗？没有什么要调整的，基本上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好不好看？是吧？然后我们还要画一朵啊，再画一朵，再画一朵。好，我们这一朵画在这个位置，第二朵花我们画在这个位置。第二朵花我们就画另外一种形式的，它就不是这个摇黄，它的名字叫炎黄金梦。这个花叫炎黄金梦，炎黄金梦，用的颜色还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花型跟这个摇黄长得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画的时候还是一样的，用这些颜色。画到这个位置啊，画到这个位置。画到这里，还是一样，我们先蘸这个底色，然后我们先调这个藤黄。我们这一朵花的话，把它画的更加黄一点，所以这个藤黄我们可以多调一些，藤黄可以多调一些。好，这朵花我们画到这里。这朵花它是名字叫这个炎黄金梦。这朵花它是比较常规型的，它是一个比较常规型的这种花型啊，比较常规型的。那我们先画出一些这种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，可以多画一些层次，一层层的去叠加。它本身这朵花它就是一层层的去叠加的这种感觉。
把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画大一点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包起来的哈，这朵花它它是一个常规型的，就是这个花瓣，这个是一个朝这个左边的，朝这个左边，朝这个左上的这个花，所以它的这个花瓣慢慢的都往这个中间有一点包起来这种感觉，它是一个常规型的，跟刚刚画的这个形态完全不一样啊，完全不一样。这样子往中间包，慢慢的往中间包起来，这种感觉。包的时候有这个层次感，有这个大小的这个花瓣，一层一层的。当然，我们包的时候要有对照着这个实物。我们每次为什么要多写生，多对照这个实物？只有你多对照这个实物去画，你才知道它的生长的规律，才会去了解它的生长规律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一笔我们沾一点点赭石。好，我们这个花，慢慢的让它这样子包起来。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每一种类型的花，它都会有一些区别，不是说我们画花，我们的花不是说都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。笔上现在干了，都画不动了，我们就要沾一点底色了，要沾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沾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花瓣一层一层的啊。这个花瓣一层一层的往上，当然我们也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层次。有的时候我们要沾一点点这个赭石。
好，这边我们让它大过来。我们一边边的话，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画花，大家可以看习惯了我画的时候，大家就知道，我平时给你们讲的很仔细的时候，我这个花我先把这个所有的规划好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直接一边边把它画完，是不是？就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，哎，这个老师只会先把哪里画好，才会哪里画好。不是的，我们就是因为要告诉你，平时要告诉你是怎么画的，所以我平时是那么去规划的。我们把这个花心留在这里，让你们知道这个花心在哪里啊，让大家知道这个花心在哪个地方。花心在这个地方，花心大概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上面这一些花瓣，它就是比较虚的，我们要画出这种虚的这种感觉啊。就是我们每一朵花都是一样啊，都是要有这个虚实的变化。那虚的话，我们就蘸完底色之后，就蘸一点点，就这样子蘸完底色之后，就蘸一点点这个藤黄或者是鹅黄都可以。虚的我们直接这样去点它，直接这么去点。直接这么去点它啊，点出各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来。好，这边是比较虚的，我们就要画出这种虚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个花瓣它是比较虚的，现在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再沾一点底色，这个上面这个花瓣是不怎么看得清楚哦，看得不太清楚。来，我们可以直接来一个大的，直接点过来。笔尖蘸一点点深色，再来一片。虽然说这种花瓣它都是比较虚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画出它的层次感。怎么样画出它的层次感？就是这个笔尖我们还是要蘸一点这个深色的颜色，这样子才会画出这种，它才会有区别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蘸一丁点这个赭石，千万不要蘸多了，这一下子又蘸多了就不行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点的花瓣。还是一样的，我们画最后的这一层花瓣的时候，我们的颜色，我们上面还要加一点啊，感觉上面有一点方，我们再加一点。最后一层的花瓣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要把这个底色给调深一点，还是一样的，加点胭脂，加一点三绿。哇，这一下子加的有点重了。
重一点没关系啊，再加一点三氯，加点胭脂，加点三氯，把它调成一种灰灰的这种颜色。有点干了，我们加一点水。干一点，我们加一点水。然后调好之后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调好之后，我们继续来画这个底下的这种大花瓣。这个赭石可以多调一点啊，赭石可以多调一点。调一点点这个深一点的颜色。好，我们再画一下这个大花瓣。大花瓣我们可以加一点点，笔尖多加一点这个深色的啊，加一点鹅黄啊，或者是加点这个赭石，深一点的颜色。笔尖一定要有这个深色。这个来一个大的花瓣。好，继续调一点颜色。两朵花用的颜色是一样的，笔尖调深一点啊，笔尖调深一点。这里来一个。这个下面这一层的颜色非常深，大家不用着急，等它干了之后，它会不一样。可能看到你们刚开始看到它会很深，干了之后它会变的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再来加。看一下这个花瓣加多大啊？这里来一个。好，再加一层。加的时候我们要慢一点啊，因为到最后我们加这个花瓣要慎重一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哪里需要调整一下，我们再进行调整。看哪里要深的，
要更加深一点，我们让它更加深一点，把中间这些要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。深的地方更深一点，这样子才能把它这个层次表达出来。把这个想要深的，我们把它提一下，提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花心的地方，用最深的把它画上，用这个珠标和这个胭脂，用珠标和胭脂把花心的地方。画黄一点吧。好，这个地方是花心。好，这朵花就这样子。哎，我还没有看整体的，没有看它整体的这个姿态，也差不多哈，也差不多。今天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，我觉得特别透亮，特别透亮，跟这个真实的颜色特别接近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圆花本身的这一朵花，跟这个真实的颜色，真实的这朵花的颜色特别接近啊，特别接近，是不是特别接近？所以今天这个调色调的非常到位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大家觉得好不好看？觉得好不好看？